这个礼拜的单元要带大家来共同了解的是物联网中的网路层究竟是什么嘞？从最基本的网路分类来说，我们现今所使用的网路可以依据它的区域的范围的大小，大致分为区域网路 LAN、都会网路 MAN 以及广域网路 WAN。区域网路就是 Local Area Network LAN，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网，意思就是说只覆盖局部的区域的电脑网路，就像是从同一台的 WiFi 分享器所发射出来的无线网路，就是属于这种区域网路。而都会网路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 MAN 是指比较大型的电脑网路。那都会网路改进了区域网路中的传输媒介，来扩大区域网路的范围。那以达到包含一整个大学院校、一个城市，然后甚至是整个都会区的大型区域网路。那为了扩大传输的范围，所以成本也会比一般的区域网路来得高很多。不过，我们可以提供更高速的传输效率，像譬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以太网路就是其中的一种。最后，我们是看到的是广域网路 Wide Area Network WAN 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外网。那它是连接不同的地区的区域网路，或者是不同地区的都会网路的新形成的大型网路，所以它通常可以横跨很大的距离范围，甚至可以连接很多个城市甚至国家。不过，在电脑的世界里面，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装置需要沟通，而每个装置上面所安装的作业系统也大不相同。那为了让这些不同的装置能够顺利的沟通，大家就必须要共同遵守一些标准为才行。而在网络的世界里面，这个沟通的标准的 OSI。也就是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 Reference Model。那 OSI 呢，是由 ISO 国际化标准组织针对于开放式网络架构所制定的电脑互联标准，称之为 OSI Model、OSI 模型。而这样的网络模型是一种概念性的结构，并不是一套标准的规范。而是透过概念性的描述来协调网络功能发展的标准。在 OSI 的网络标准里面，将网络概念分为概念性的7层。从最底层开始是实体层，接下来链接层，接下来网路层、传送层、会谈层、表现层以及应用层。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功能以及协定，所以我们在网络传输资料的时候，网络的封包就会经过这么多层的关卡才能传送出去。以生活上的例子来说好了，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子的讯息传输，可以是2个老板之间要沟通的过程，像是 A 老板要写信给 B 老板。首先 A 老板呢就会将信件的内容写好，交给助理，然后呢去修改错字或者是格式。接着，助理会将这封信交给秘书，查出收件人的地址，并将信封上的内容填写好。然后接下来就派送给公司专属的司机，拿去邮局寄送。那邮局收到了要寄出的信件之后，就会有排序工人将信件依据传送的地址分区排序，然后再由包装工人，将分区好的信件进行包装，最后交给了搬运工人，搬运工人将包裹好的信件搬上车，送到指定地区的邮局。接下来呢，就会进行反向的操作，同样的要将寄送给 B 老板的信件一步一步的送达，这就是网络封包的传递过程。目前相当主流的 TCP/IP 通讯协定也使用了 OSI 7层协定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所对应到的，虽然有相同的分层架构，但是 TCP/IP 将原有的7层简化成4层来实作，所以在结构上面虽然没有这么严谨，但是在实作上面会比较容易。所以大家可以看见是 TCP/IP 的协定当中，原本 OSI 模型里面的应用层、表现层及汇团层上面这3层，然后呢，在 TCP/IP 里面将会整合成一个应用层。而在这个应用层当中，我们可以实作一般我们所常听到的传输协定，像譬如说HTTP、SMTP、FTP 等这些通讯协定。而传输层的部分并没有改变，不过统一使用 TCP 的传输模式、传输方式，而不采用 UDP 的封包格式。网路层部分也没有改变，主要就是提供 IP 封包，并且可以选择最佳的传输路径来到达目标的 IP 为止的功能。在最下层的资料链结层还有实体层方面，在 TCP/IP 的架构里面，则是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单一的链接层。听完了这些，大家可能还是不是怎么了解 TCP/IP 这样的网络传输协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就拿我们最常使用的网页搜寻来说明好了。当我们开启了这个浏览器，在 Google 的入口网站输入我们所想要查询的关键字之后，我们就按下搜寻。那么浏览器呢，将会把我们查询的关键字以及相关的资料打包起来，传送给 TCP/IP 的应用层。那接下来这些呢，这些资料将会经由应用层，然后所提供的 HTTP 通讯协定，将浏览器丢过来的资料打包，并且加上一个应用层的表头，继续丢给传输层、传送层。大家可以把表头想象成另外一层的包装。当这一笔的资料被传送到另外一端的应用层之后，就会拆开，然后并且把里面的包裹丢给相应的伺服器加以处理。所以，当我们资料从应用层丢到传送层的时候，传送层会将这笔资料装进 TCP 的封包里面，同样一样的会给予这个封包一个 TCP 的表头，然后再丢给网路层。而在网路层会将收到的 TCP 封包再装进 IP 的封包里，也就是它再加上一个 IP 的表头，那么也就是来源端和目的端的 IP 位置，然后呢，接下来它才会把这样子的封包丢给链接层。所以在链接层当中，会将整包的封包装到 MAC 的包裹里面，然后再加上 MAC 的表头，然后呢，再将这些资讯以0101位元的方式传送到远端的这个 Google 的主机上。等 Google 的主机收到了这个使用者所传输的包裹之后，就会将外层开始将包裹一层一层一层的拆开，并且交由每一层进行资料的分析与处理。最后，将你所查询的结果一样经由刚才的程序打包起来，回送到你的浏览器，并显示出来。那如此一来，就完成了整个网络封包的传递与接收。在了解了整个网络的基本架构以及分类之后，我们以简单的物联网架构图来解释什么是 MAC， 什么是 IP 吧。简单来说，我们要将物联网终端感测器所收集到的资讯传到云端上进行分析的时候，必须先将资料传送到 WiFi 的基地台。那透过 WiFi 的路由器将资料，然后呢经由外部网路传送到我们的云端伺服器上。但是在网络中有这么多的使用者和装置在传输资料，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哪些资料是来自哪些装置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MAC 以及 IP， 那它们两个的功能就像是姓名和地址一样。
每一个联网的装置，物联网装置都会配备一张专属的网卡，而每一张网卡都有一个专属的编号，我们就称之为 MAC address。那么也就是 Media Access Control Address， 那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而 IP 位置IP 的位置或者是 IP 地址，则像是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那当物联网感测装置连接上 WiFi 基地台的时候 ，WiFi 基地台会分配一个区域网络的 IP 位置给感测装置，而此时在同一个区域网络底下的其他的装置，也可以透过这个 IP 的位置来找到这个感测装置，并且传输资料。那在区域网络之中 ，WiFi 的基地台也就扮演着闸道器的角色，也就是内部区域网络及外部网络之间的桥梁。在区域网络的装置中，如果想和外部的网络进行沟通，就必须经过 WiFi 基地台来转送资料。所以 WiFi 基地台本身的 IP， 也就是被称之为这个区域网络中的闸道，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 Gateway。那么以上就是网络层的基本介绍。